摄影师，现在11点12呢，干完这一单回家吃饭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哎，没办法，这个领导有点大，我们得等一等。平时都不用这工具。开孔器已经带上了，到客户家给他开一个孔。这个孔呢是开在水槽上的。进户之前先套个弦套，哎，这个弦套不错。来看一下这个开孔的位置，安装净水器的师傅呢，在这边已经开了一个孔了。因为它的钻头有点小，想开大是开不了了，因为它无法定位。我呢直接给他带的就是35的开孔器，用这个35的直接开一个大的。由于他呢之前把那个孔已经开了2个了，我们的钻头呢无法定位。安净水器的师傅自己已经打了一个孔，我看他那个方法打完，我们也定不了位，所以说只能采取一个其他的办法了。打孔的时候，我们在下面垫个木板，这样就好定位了。现在一切准备就绪了，哎，一个手托着这个木板，然后用另一个手去打孔。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，有点够不到，而且也用不上力。安装净水器的师傅在下面给我托着木板，我在上边打。师傅说他开那个小孔的时候已经费了9牛2虎之力了，今天让他见识一下我的开孔器。2分钟不到，这个孔呢就给他开好了。师傅说今天又学了一招，看来以后遇到这样的开孔他也知道方法了。开孔器我已经推荐他了，就用35的。这台装好，我们到隔壁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，还要再开一个孔。这边这个鱼池做的不错，现在还没有放水，也没有鱼。去年在这里还装了3个大吊灯，时隔1年变化还是非常大的，基本上已经完善了，估计冬天的话就可以入住了。这边的孔和那边是一模一样的，同样的开孔方法。这种呢就不属于开孔了，是属于扩孔。其实在扩孔的时候呢，对我们的钻头损伤是最大的。再一个就是下面的这块木板呢，它也不是说贴合的那么紧，所以还是有一点点摇摇晃晃。这样我们扩孔的时候感觉钻头就不是那么稳。现在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，师傅是特意从大同过来的。赶在中午吃饭前呢，还不耽误师傅回大同吃他大同的刀削面。